大家好，我是镜子姐。关注我的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期视频最后我说这期要讲怎么从深圳把行李直挂回香港机场。但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最近我发现大家关于回国的话题最焦虑的根本不是怎么坐车，而是拿着外国护照怎么办手机卡，怎么在银行开户。长大回国的 CBC、ABC 孩子们到底怎么独立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正好这次我们全家4口一起回国，这些大坑小坑我都全部亲身踩了一遍，拿到了热腾腾的第一手经验。既然大家对这个需求特别迫切，我就想 why not？ 咱们今天就临时变阵，这些直接上干货，手把手教大家通关回国后的3大件。行李直挂的攻略我后面保证一定补上，大家可千万别说我说话不靠谱啊！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先从第一件大事，银行开户前必须解决的手机卡说起。其实早在2017年，我们就在北京办过中国联通每月5块钱的保号套餐。当时政策没那么严，我们先用国内家人的身份证办了一个，后来发现护照也能办，我先生就用他自己的外国护照办了另一个，顺便在银行开了一个人民币账户。要说明的是，那时候银行开户并不需要和实名认证的电话号码绑定，手机支付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疫情之后，我和先生先后独自回国探亲，那时候没有移动支付简直是寸步难行。好在我先生开通了支付宝，并绑定了国内账户，用得非常丝滑。而我后来回国时，就直接拿着他的手机，用他的支付宝消费，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但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全家4口一起回国，孩子们都长大了，也需要独立行动。尤其是在中国坐公交打车，一个支付宝只能管1个人，而且国内的银行没有联名账户这一说。于是我决定这次也给自己开一个独立的银行账户。其实上次疫情结束后，我独自一个人回成都时，就在父母家门口的工商银行问过外国护照开户的事儿，但当时那家门店不熟悉业务，说要查一下再给我打电话。结果因为我行程太赶了，就不了了之了。这次到了北京的第2天，我吸取教训，直接就去了工体地铁站附近的中国银行。进去直接就说外国护照开户，工作人员很熟练的就给我取了一个号，没一会儿就轮到了我。窗口的工作人员拿了护照复印，问我开户的目的。我说是为了在国内方便消费，特别是要使用支付宝。结果第一个大坑就来了。我虽然有中国的电话号码，但那个电话号码当时是用我家人身份证办的，而不是我本人实名认证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没有本人实名认证的电话，开了户也无法开通网银，更没有办法绑定微信和支付宝，只能在 ATM 机上查账或者存取现金。不过工作人员安慰我说，可以先开户，等办好实名电话后再来银行更改就行了。开户填表时，除了护照信息、联系电话，还要填国内住址。我们就填了租住的国际公寓酒店地址。最让我意外的是，居然还要填加拿大的报税号。我当时有点懵，好在老公在旁边提醒，才反应过来，就是咱们的新 number， 就社会保险号。所以大家回国开户的话，一定要在脑子里记住这个号码。拿到银行卡后，我们在机器上确认了余额没有问题，就决定赶紧去办手机号。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了在北京寻找电信营业厅的艰难旅程。这里我不得不吐槽一下高德地图，高德上明明显示300米外就有一个中国电信，我们找了一圈又一圈，硬是没看到。问路边的一位老大爷，大爷说他一直就住这儿，附近根本没有。接着我们就搜下一个，走过去还是没有，再去第3个，问旁边的人说以前是有，现在早就关门了。一气之下，我们直接打车去了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大楼，心想这次总不能没有了吧，总算找到了。可里面的工作人员却抱歉地告诉我们，因为防范电信诈骗，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办理那种5元保号的低价套餐了。能办的套餐对我们这种短期回国的华人来说非常不划算，尤其像我这种已经有了一个联通号码，并且已经买了1个月用于上网的合适套餐的人。不过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是真的特别好，看我一直在抱怨营业厅太难找了，非常热心的指引我，前面不远的中国移动就能办8元的保号套餐，还告诉我怎么走。顺着他的指引，这次我们没有任何波折的到了中国移动，一进门就说了我们是外国护照来办那个电话卡，柜台营业员查看了并复印了我的护照，然后我们就要了每个月8元的保号套餐。办卡呢需要先预存200元话费，营业员呢特别提醒我，这个套餐就是用来保号收验证码的，只包含极少的日常功能。如果打电话、发短信或者上网，费用都要单算，而且比较贵。平时呢，尽量别用它上网。他还问我短期内会不会离开北京，我说过几天就要去成都。他提醒说，现在为了防范诈骗，新办的卡如果立刻就离开办理地，在外地有几天，有可能会对上网或者通话有影响。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知道离开中国一路上都用得很通畅，也没遇到任何问题。当然我主要也是就是收短信。最后呢，营业员还帮我下载了中国移动的 app， 方便以后在海外查话费充值。最重要的是办完后他们打印并盖章了一份业务受理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让他们给你这个文件。拿着这张业务受理单，我急忙赶回刚才的那家中国银行，还是同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实名电话办好了后，几分钟就帮我搞定了系统绑定。我立刻下载了中国银行的大陆版 app， 登录进去后一切正常。接着我就用我全新的国内手机号重新注册了一个支付宝，丝滑绑定了这张银行卡。到这一步，我的回国支付大关彻底通关了。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现在在国内大城市对外国护照开户办手机号政策其实是一路绿灯的，只要你找对了地方。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个回国必备的神器。到了国内后呢，因为 Google 的 Gemini、ChatGPT 都无法正常使用，我就特意下载了国内的 AI 工具豆包，它对国内的政策了解的呢就比较精准。我输入北京和成都的开户问题，它一目了然地列出了哪些银行能办，需要什么文件、什么手续。综合来说，中国银行是最稳妥的，其他银行因地而异。大家回国呢，也可以用豆包或者DeepSeek 来查政策，但切记一个大坑，如果你用 iPhone， 千万别用国外的 Apple Store 呢搜索下载豆包，那个呢是山寨的，还要收费。我先生就一脚踩进这个坑里了。如果实在下载不了呢，就用 DeepSeek 也可以。所以大家回国的正确顺序呢，先去找一个电信的营业大厅办理本人实名认证电话卡，然后再去银行开户，这样一趟稳赢，不用像我一样跑2趟银行。另外，我发现北京的电信营业厅真的不如南方。我在广东中山的时候，满街都能看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最后呢，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没有国内银行卡，咱们的孩子们怎么独立消费？现在支付宝和微信虽然都能绑定国外的信用卡，但单笔超过200元就有 3% 的手续费，而且有些地方还有局限。因为我没用这个方法，也就不多说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保底终极大招。这次呢，我们家的2个孩子呢，在国内经常要独立出门。第一步呢，就是微信钱包。来中国前呢，我就让他们在加拿大用本地手机号注册了微信，然后按照操作指示上传了他们的外国护照进行实名认证。没想到第2天就审核通过了，比以前快得多。只要孩子们的微信呢通过了护照实名认证后呢，哪怕他们没有绑定任何银行卡，作为父母的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转账把钱转到他们的微信钱包里。有了钱包的余额，他们在国内绝大部分的日常消费、买东西什么的就完全能够覆盖了。除了微信呢，我还强烈建议让孩子们开通支付宝、阿里 Pay，
因为在国内打车、坐公交，支付宝呢更为方便。司机呢需要你报手机的最后4位号码，沟通也是需要用绑定在支付宝上的那个电话号码。因为孩子们只懂英文，所以出发前呢就让他们下载好了国际版的阿里 Pay。到了中国后呢，一个孩子就绑定了在澳门买的一卡3D 实名制的 SIM card， 另一个孩子呢就绑定了就是我片头提到的我们2017年用家人身份证办的那张老联通卡。这里呢顺便解答大家的疑惑，我也问过呢豆包，支付宝是允许外国人用国外手机注册的，因为呢很多国外手机号并没有实名，所以也不要紧，只要能够收验证码就行了。最绝的办法就来了，孩子们的支付宝呢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我们只需要用父母的支付宝呢去扫描孩子支付宝里的收款码，直接呢就把人民币转账到他们的支付宝里了。这样孩子们的支付宝里就有了余额，无论是坐地铁、打车还是买吃的、任何消费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甚至还把2个孩子的收款码呢截图保留在自己的手机里，所以就算孩子不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也可以在远程呢给他们扫码把钱转过去，非常方便。而且呢，支付宝国际版里呢内置了滴滴打车、Trip.com 还有12306的卖火车票的。对于完全不懂中文的 CBC、ABC 孩子来说呢，他们完全可以在全英文界面的阿里 Pay 里呢打车订酒店，毫无障碍。好了，这一期的回国通关指南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期视频呢，我就会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澳门和中国大陆是如何彻底解决上网问题的，如何不翻墙就能丝滑使用国外的网站和 App， 以及我们在国内吃喝玩乐运用各种 App 的实战经验和意外反转。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关注并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们。下期再见，拜拜。